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在20国集团领导人第17次峰会上表示，中方已经发起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倡议，助力疫后复苏。当天，本届 G20 峰会也正式闭幕。峰会最终通过了20国集团领导人巴厘岛峰会宣言。而在中国、印尼领导人的主持下，在场人员以视频形式对雅万高铁进行了沉浸式测试运行。作为“一带一路”落地的旗舰项目，雅万高铁意义非凡。来看看报道。16号，20国集团领导人第17次峰会在印尼巴厘岛继续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言。在讨论数字转型问题时，习近平指出，当前数字经济规模扩大，全球数字化转型加速，成为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因素。中国主办20国集团杭州峰会期间，首次把数字经济纳入20国集团议程，提出创新发展方式，挖掘增长动能。习近平提出3点坚持：一，要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国际合作，搞所谓小院高墙，限制或阻碍科技合作，损人不利己，不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2，要坚持发展优先，弥合数字鸿沟。中方已经发起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倡议，并将数字经济作为全球发展倡议的重点合作领域，期待就此同各方开展合作。3，要坚持创新驱动，助力疫后复苏。20国集团轮值主席印尼总统佐科随后宣布，峰会通过了领导人宣言。宣言强调，维持宏观经济政策应对与合作的灵敏和弹性，进行公共投资和结构改革，推进私有投资，加强多边贸易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支持长期增长、可持续和包容、绿色和公平的转型，适当调整货币政策收紧的节奏，确保通胀预期稳定，降低跨境溢出效应。同时，与会的20国集团领导人认识到，20国集团不是解决安全问题的论坛，安全问题可以对全球经济带来显著的后果。据3名外交消息人士透露，这项宣言得到20国集团所有成员的批准。一名德国代表还证实，这份宣言与在15号发出的宣言草案内容相同，没有任何改动。这让一些西方媒体在此前声称本届20国集团峰会不会达成共同宣言的虚假信息不攻自破，这也显示了主办国印尼付出的巨大努力。随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尼总统佐科举行了大范围会谈。两国领导人首先共同观看了雅万高铁项目的介绍短片，在场人员随后以视频形式对雅万高铁进行了沉浸式测试运行。Yang terhormat Presiden Joko Widodo dan Presiden Xi Jinping, kereta cepat inspeksi ini bertugas memastikan keamanan dan perawatan kereta cepat Jakarta-Bandung. 印尼是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而北起首都雅加达，南连西爪哇名城万隆。全长142公里的雅万高铁是印度尼西亚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第一条高速铁路，也是印尼的国家骄傲。据印尼媒体报道，目前如果从印尼东部的巴布亚地区运送货物到首都雅加达，物流耗时超过从上海到雅加达的时间，并且费用更高昂。所以近年来，印尼在发展现代化交通网络上一直有着迫切需求。2014年，佐科就任印尼总统后，将首访国家定为中国。同年11月，佐科赴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间隙，体验乘坐了京津城际高铁，又快又舒适的中国的高铁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其后亲自推动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旅游名城万隆之间的高速铁路。2015年，在印尼政府组织的国际竞标中，中国企业击败日本企业，拿下雅万高铁项目。从此，雅万高铁建设进入快车道，预计明年就将通车。雅万高铁马上就要通车了，我们非常的开心，希望雅万高铁正式通车的时候能给印尼群众带来很好的出行。There will be a speed train connecting Jakarta and Bandung, two of the most important cities in Indonesia, and will become a monumental breakthrough in terms of efficiencies. We used to travel Jakarta-Bandung for 3 hours, and with the train, hopefully it could be completed the journey within 40-45 minutes.
So this will improve efficiency, this will transform the sectors, and this will bring a lo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lso jobs being created. 印尼媒体曾在报道中对比日本企业承建的雅加达地铁2012年开工，且只有不到16公里，耗费7年竣工，而雅万高铁长度142公里，建设周期却只有8年。这体现的是两国合作的高速度、高质量和高效率。今年10月13号，佐科总统曾到雅万高铁德卡鲁尔车站施工现场视察高铁建设情况，显示印尼对这项国家工程的重视。事实上，由于印尼地处热带，地质条件和气候特征都与中国不大相同。雅万高铁所在的爪哇岛区域多地震和火山，而万隆则处在区域沉降段，沿线雨量极为丰沛，气候复杂多变，因此在材料、技术标准等方面都需要私人定制。工程承包方对深圳卫视表示，这也是中国高铁出海第一单，因此整个业务部门都是卯足劲儿了，加油干。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现代化程度最高、管理经验最丰富的高铁网。第二个方面是中国很有诚意，中国承诺向印尼转移高铁技术，进行本地化生产，帮助印尼培训高铁管理和运营人才，在推动中国高铁走出去的同时，将中国高铁技术与经验带到印尼，与印尼人民分享中国高铁的发展成就。雅万高铁它是一个很好的样板间，它的这个样板间不仅仅是这种基础设施本身，高铁本身的一个样板间，同时也是中国和周边国家合作“一带一路”项目落地的一个样板间。通过雅万高铁，世界会更多的从一种客观的角度来看待“一带一路”建设。值得注意的是，15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出席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和夫人伊利亚娜在巴厘岛神鹰广场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欢迎晚宴。神鹰广场是巴厘岛最负盛名的景点之一，充满印尼文化特色。在晚宴上，尤为外界关注的是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的交流互动。20国集团峰会官方提供给新闻中心的直播画面还显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晚宴即将结束前走向佐科，似乎要向他告别。习近平和佐科有说有笑，佐科双手合十，向彭丽媛点头示意。这时，坐在佐科身后的莫迪立即起身向习近平走去，习近平也迈步向前，两人握手超过5秒，并进行了短暂交流。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指出，这或是中印边境自2020年4月发生对峙以来，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会面交流。此前在9月时，中印领导人出席在乌兹别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当时双方并未会谈，也没有报道显示两人寒暄握手。从习主席这一次的互动当中，我们再一次感受到的是，尽管双方之间有一些很难解的问题，包括边境问题这样的非常复杂敏感的问题，但是呢，双方呢在经历了一些波折之后，总体的愿望是希望管控分歧的。印度是下一届20国集团的主席国，按照惯例坐在本届主席国总统佐科的附近。而在16号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闭幕式上，印度总理莫迪从佐科手中接过象征轮值主席国的木锤，印方将于12月1号起正式就任。按照外交部此前公布的行程，应泰王国总理巴育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1月17号至19号赴泰国曼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2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泰国进行访问。亚太经合组织是亚太地区重要经济合作平台，中国加入这一组织31年来，始终倡导开放的地区主义，始终致力于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引领经济全球化发挥积极作用。而中泰建交47年来，两国关系展现出历久弥新的强大生命力，中泰一家亲成为两国人民的广泛共识。担任国家主席以来，习近平主席5次接待泰国总理巴育来华。2020年7月，习近平主席与巴育总理通电话，为两国携手应对疫情挑战、推进务实合作注入信心和动力。16号下午，20国集团领导人第17次峰会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闭幕。峰会东道国印尼总统佐科举行记者会，介绍峰会成果。发布会结束后，佐科总统在回应深圳卫视特派记者罗代娇提问时，特别表示，对将与习近平主席举行双边会晤很开心。What about your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What about the high-speed train from Jakarta to Bandung? I have meeting this evening. Yeah. Are you happy to meet him? Yes, of course. Yes.
当地时间下午5点半结束新闻发布会，准备离场的佐科总统回答了我简短的提问。当 G20 巴厘岛峰会终于落下帷幕，他还有一个重要议程有待奔赴，那就是与到访参会的习近平主席举行小范围的会见。据我了解呢，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时将与佐科总统透过视频连线的方式观看雅万高铁的最新建设进展，这无疑是两国携手共建美好家园的标志性时刻。作为本届 G20 峰会的东道主与议程牵头人，佐科总统这几天确实是马不停蹄。刚刚那场发布会呢，原定下午4点开始，但是一度推迟了40分钟。会场舞台上呢，原本有一个站立式的发言台，但是工作人员呢临时加上了一张桌子和3把椅子。现场的印尼记者呢就略显遗憾地告诉我，可能是佐科总统太忙了，这场发布会呢恐怕会有几位部长代为参加。但是悬念终于揭晓的时候，佐科总统在2位部长的陪伴下步入会场，给等待了许久的各国记者都带来了惊喜。发布会上呢，佐科总统坦言道，这是一场来之不易的峰会。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呢，围绕一些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有分歧，有争论，也有探讨。但是呢，最终大家还是达成了宝贵的共识，巴厘岛宣言终究出炉。本届峰会的关键词是复苏2字。佐科就表示呢，全球经济复苏只能在和平的基础上实现，战争只会让全球经济面临更大的危机。他也介绍到呢，各国领导人同意围绕抗击疫情与促进人民健康方面进行务实的合作。佐科总结到 ，G20 是一个经济论坛、财经论坛，更是一个关于建设与治理的论坛，不该将它泛政治化。在发布会的最后呢，佐科总统主动呢走到台下和记者们自拍留念，就像明星演唱会时那样转过身和全场大合影。各国记者呢都非常的开心，纷纷踮起脚尖拍照，让会场的气氛呢达到了高潮。据新华社报道，当地时间11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厘岛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必须以人类前途命运为重，同舟共济，共克时艰。习近平强调，中国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坚定支持者，我们要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在这方面，各国应该说到做到，多晒成绩单，而不是喊口号。中方愿同联合国加强合作，共同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我们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人类整体进步，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带来新机遇，为动荡的世界提供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再次祝贺习近平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表示，联合国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一个中国原则是不可触碰的红线，必须得到尊重。中国双边外交密集展开，作为东亚3个主要国家，中国与日本、韩国的关系对彼此都有深远影响。习近平15号在 G20 峰会期间会见韩国总统尹锡悦，这场中韩2国领导人3年来的首次会晤意义重大。习近平对尹锡悦重点谈了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问题。实际上，数据显示，韩国也是美国脱钩断链的受害者。外交部16号宣布，中日2位领导人将在泰国曼谷参加 APEC 会议期间举行首次正式会晤。当地时间11月1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厘岛会见韩国总统尹锡悦。习近平指出，中韩是搬不走的近邻，也是分不开的合作伙伴，在维护地区和平、促进世界繁荣方面负有重要责任，也有广泛利益交集。今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30年历史表明，中韩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2国人民根本利益。中方愿同韩方一道，维护、巩固、发展好中韩关系，为地区和世界提供更多稳定性。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中韩经济高度互补，要推进发展战略对接，实现2国共同发展繁荣。要加快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共同维护国际自由贸易体系，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反对将经济合作政治化、泛安全化。尹锡悦表示，韩方愿以今年中韩建交30周年为契机，同中国发展基于相互尊重和互利成熟的关系，这符合2国共同利益。韩方希望同中方保持各层级交往，加强人文交流，增进2国民间友好，维护自由贸易体制，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
外界关注到，中韩领导人在会晤中都强调维护自由贸易体系。中韩建交30年来，中韩贸易投资合作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年贸易额从建交初期不到50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21年的3624亿美元，是1992年建交当年的72倍。在两国经贸关系蓬勃发展的过程中，2015年签署的中韩自贸协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开启了两国产供链深度对接的进程。由于效果显著，对中韩经济均有良好促进效果。2年之后的2017年12月，习近平又和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共同启动中韩自贸协定第2阶段谈判，这也是中国首个以负面清单方式开展的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谈判。所谓负面清单，就是对除了清单上列明的项目都开绿灯，是一种高度互信的经济互惠模式。今年7月，商务部证实，中韩双方已举行第9轮正式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其中促进东亚地区产业链供应链融合正是谈判的重点。与中韩多年来加强产供链合作的经贸传统不同，美国近年来强行推动印太战略及脱钩断链，企图破坏中韩产供链合作。然而，美方政策的实质乃是美国优先，目的是鼓励制造业回流美国本土。多项措施已经对以制造业和出口为国本的韩国经济造成伤害。韩国企划财政部的数据显示，该国正遭受14年来首度的逆差困境，韩国经济增长恐继续放缓，主要与半导体、汽车、能源等多个支柱产业出口的持续低迷有关，而这些行业正是美国鼓动脱钩断链、极力破坏供应链的重灾区。实际上，韩国媒体认为，8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芯片法案，针对的主要对象之一就是韩国，以提供补贴和政治胁迫的组合拳拉韩国企业去美国设厂。美方还企图组建所谓芯片4方联盟，进一步以使用了美国技术为由，限制韩国半导体巨头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对华出口业务。韩国的支柱产业汽车行业处境更加困难。美方通胀削减法案出台后，韩国现代电动汽车在美国市场出现3连降。韩国起亚汽车公关部门还抱怨，韩国电动车整车业务或将被美方逼得退出美国市场。原因是美方通胀削减法案只为电池80%以上在美国制造的汽车提供补贴，这排除了所有韩国汽车产业。韩国经济新闻指出，美方这样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补贴力度放在全世界都是空前的。韩国韩民族日报担心，美方种种新政是要向以制造业为本的韩国釜底抽薪，将造成韩国制造业空心化的后果，情况非常令人担忧。现在这个政府应该可以了解这个如果是一味的迁就美国的话，那么可能会伤到韩国的经济。实际上，中国国家领导人在G20期间高举开放和全球化的大旗，向国际社会阐明脱钩断链的危害性。11月14号，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拜登会晤时就指出，打贸易战、科技战，人为筑墙设垒，强推脱钩断链，完全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破坏国际贸易规则，只会损人不利己。而不断胁迫他国站队脱钩断链的美方，也不敢在G20的场合宣扬脱钩断链。拜登就对习近平强调，美方也无意寻求同中国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无意围堵中国。中韩两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也有非常大的利益交集。朝鲜半岛不生战生乱，符合中韩公共利益。据韩联社报道称，中韩领导人在会晤中也谈到半岛问题。今年5月以来，美国与韩国重启大规模针对朝鲜的联合军演，而朝鲜以频繁发射导弹进行回应，半岛局势呈螺旋升级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14号在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时表示，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习近平主席阐述了中方的既定立场，强调应正视半岛问题的症结所在，坚持均衡解决各自关切，尤其是朝方的合理关切。对于中韩领导人会晤的重要意义，韩联社在报道中予以高度评价。这家韩国最大的通讯社表示，中韩两国关系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因素。尹锡悦政府自成立以来，表现出了积极加强美韩同盟和美日韩安全合作，同时想要重置中韩关系的态度。中方也在密切关注韩国的这一基调变化，并警惕韩国加速向美国靠拢。此外，双边关系的变数还包括驻韩美军部署萨德和韩国加入芯片4方联盟等问题。分析认为，此次会谈得以促成，意味着双方都认为在多种挑战下仍有必要持续管控中韩关系。
中韩领导人会晤后，中日领导人会晤也提上日程。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6号证实，经中日双方商定，在曼谷亚太经合组织第2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习近平将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双边会晤，这是两位领导人首次正式会晤。双方届时将就中日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中日互为近邻，同为地区重要国家。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双方应顺应潮流大势，坚持和平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那我注意到日本方面几天前已经提前向外释放了消息，连续几天也有记者在兰厅对此呢向发言人来求证。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可以看出各方对于此次重要时间节点的这场特别的会晤高度期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6号在巴厘岛向媒体表示，期望此次会晤有助于建设稳定的日中关系。路透社引述岸田文雄称，日本与中国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的机会，但也有挑战和担忧。岸田表示，他希望自己与习近平的会晤有助两国构筑建设性且稳定的日中关系。早在本月初，日本外交圈已传出两国政府正在探讨在东南亚召开国际会议期间举行两国领导人面对面会晤的风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14号就抢先宣布，中日两国领导人将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会晤，这将是两国领导人近3年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正在调整对华外交方针，将重点放在领导人直接沟通上。中国大陆是一个日本的很重要的市场啊，我想他也不会很轻易的放弃。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在 G20 峰会期间举行会谈。今天外交部也官宣，中日领导人将在曼谷会谈。这种安排有什么样的讲究呢？中日韩关系如何走？梅西你好，韩国总统和日本首相呢都向中方提出要在 G20 峰会期间与习主席会晤。这个中韩元首会晤呢已经安排了，双方呢也谈得很好，也是尹锡悦呢当总统以后首次与中国领导人的正式会谈。今年呢是中韩建交30周年，韩国对佩洛西窜台，对美国执意建立芯片4方联盟来打压中国的这个技术等等方面呢都处理得比较得体，所以啊这个中方呢优先安排中韩领导人先行会谈。中国对日本呢就不是很满意，特别是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这个有跟随美国呀捣乱台海和平的言行，并且在距离台岛距离比较近的岛屿上呀部署兵力，况且呢还有中日钓鱼岛争端，所以呢中方就推后安排。中日领导人上一次的面对面会晤呢是2019年的12月。那么从中韩领导人的会谈看呢，成果比较多，双方呢同意要加快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深化高技术制造、大数据、绿色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共同维护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反对呢把经济合作政治化、泛安全化。尹锡悦呢特别强调，希望和中国呢建立互利成熟的关系。中日领导人这个会晤呢结果是怎样，还要看明天。不过呢，日本首相岸田呢还是急着要见习主席，希望两国呢这个构筑建设性且稳定的中日关系。那么中日领导人会晤呢有2个看点，一是看日本怎么就台湾问题表态，二是看日本在高新科技领域呢如何与中国合作。日本呢有跟随美国呀限制对华芯片技术出口的意思，那么就要看岸田文勋呢怎么表态了。美日韩领导人也举行了3边会谈，那他们重点谈了什么呢？有什么样的特点？美日韩领导人呢是在东亚峰会期间举行3边会谈的，也就是在柬埔寨的金边举行会谈的。他们谈的呢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应对这个朝鲜的导弹发射问题。那么除了朝鲜问题以外呢，美日韩3国领导人呢还讨论了乌克兰问题，基本上呢还是老调重弹。另外呢也谈到印太经济框架，要加强核心技术和新技术合作，巩固关键矿物供应链多元化等等。可以看出，中日韩和美日韩最大的不同就是中日韩呢讨论的都是合作，都是改善关系，而美日韩谈的呢都是如何制约他国，如何排斥他国，这呢是很有意思的。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
14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两国元首同意两国财经团队就宏观经济政策、经贸等问题开展对话协调。2天之后的16号，央行行长易纲就在当地会见了美国财长耶伦，中美财经团队迅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共识，受到外界高度关注。16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G20 领导人峰会期间会见了美国财长耶伦，就相关经济金融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建设性的交流。据彭博社报道，两人的会见进行了约2小时。易纲在会见后用广泛、深入和坦诚的对话，非常有建设性来形容与耶伦的交流。路透社报道称，中美财经高层这次商谈的内容涉及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高涨等问题，以及两国宏观经济前景和20国集团的问题。新闻画面显示，在14号的中美元首会晤时，耶伦就坐在拜登的左边。观察指出，这显示财经对话是美方目前希望与中方沟通的重点议题。耶伦本人曾长期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后被拜登政府委任为财政部长，他堪称美国主管财经事务的第一人。耶伦长期呼吁拜登政府就财经问题与中国对话。16号与易纲的会面就是他首次与中国经济高层会面。耶伦曾多次建议拜登政府取消部分对华加征关税，来解决美国的高通胀问题。遗憾的是，以戴琪为首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并未采纳他的专业意见。深圳卫视注意到，耶伦和美国财政部官员近期多次表达与中方对话的期待。在赴 G20 峰会之前，耶伦表示，他将寻求了解中国优化防疫措施的情况。其他美国官员则透露，耶伦希望与易纲讨论美国通胀问题和经济增长的前景。美联储今年以来连续大力度加息，导致全球范围内美元回流美国市场，造成其他国家货币汇率暴跌的问题。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报道称，仅有实力的经济体能扛得住。而就在最近一周，人民币汇率上升2%，显示了中国经济金融的强大韧性。然而，与耶伦不同的是，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对华经贸问题上态度一直非常强硬。虽然多项经济数据显示，美方加征的对华关税绝大部分由美国消费者买单，还推升了美国制造业成本，间接推高通胀，但戴琪却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甚至国安化，将关税视为对华关系的重要筹码。戴琪本人目前正在访问新加坡，外界注意到他在出席一场活动时，对中美元首在巴厘岛的会晤表达了积极态度。It's a really good thing. It's really important. The body language is very powerful from the photos of the two leaders greeting each other, standing together. You can see that there is a familiarity between them, a comfort between them in terms of relating to each other. And I think that that's a really powerful signal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terms of two leaders who are capable of managing a tremendously complex relationship. 戴琪认为，中美元首面对面会晤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双方都责成各自团队继续进行沟通。他本人作为拜登政府财经团队的一员，也对于中国同行进行更上一层楼的对话表达期待。但深圳卫视也注意到，戴琪仍在关税问题上态度强硬。在同一场活动上，99岁的基辛格也对中美元首会晤感到高兴。他说，两国元首会晤是在搭桥，唯有搭桥才能穿越中美之间的障碍。All we can say today is that a method for discussion has been agreed on, and general statements have been made that are compatible with a cooperative world.But a long road still has to be undertaken. 舆论普遍认为，元首会晤对中美关系的引领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媒体透露，在意识到佩洛西窜访台湾对中美关系造成的损害之后，拜登政府就开始想办法修复中美关系。据《华尔街日报》透露，美方相关工作在今年9月就已经展开，目的是尽快促成中美元首面对面会晤。但鉴于两人都有重要的国内政治议程，因此印尼巴厘岛 G20 峰会将是最快也是最合适的会晤时间。还有美方官员透露，两国外交团队在巴厘岛
岛的一间酒店内，就元首会晤的交流一直持续到会晤当天凌晨3点。美方对中方表示，不希望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希望探讨解决当前的问题。还有美方官员对中方表示，希望能恢复2012年拜登以美国副总统身份访华，习近平陪同访问的那种广泛面对面的会谈的良好关系。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中国对佩洛西窜台的定性为性质极其恶劣。在事件发生后，美方官员发给中方的请求经常被已读不回。实际上，外界观察到，中美元首会晤后，中方也没有解除对美方制裁的8项措施，这显示佩洛西窜台的恶劣影响仍未消除。对于美方，中方仍在听其言，观其行。报道透露，在启程飞往巴厘岛之前，美国总统拜登下达给工作团队的指示是，当务之急是使美中关系不要进一步恶化。一名美方官员透露，作为双边会晤前的一项功课，拜登甚至和团队成员梳理回顾了中美元首过去的交谈，尝试从两人说的每一句话找到重点内容的线索。考虑到拜登即将年满80岁，这样的认真但相当耗费心力和体力的安排，足见拜登本人对这次会晤的高度重视。此外，对于中方提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道红线的新说法，美方官员提醒《华尔街日报》，拜登本人也认为，中国高层在寻求台湾问题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在会晤之后的记者会上，拜登本人还对媒体澄清了所谓中国大陆将武统台湾的传言。《华尔街日报》注意到，这些传言实际上不少来自拜登政府内部，尤其是美国情报部门和五角大楼。观察指出，这在拜登的执政风格中是较为罕见的举动。那双方面能够坦诚的面对面的一个对话，这个就是一个什么？一个好的开始。所以我觉得美中关系应该是会越来越好。那这个只要美国不支持的话，那台独大概就玩不出什么把戏了。只要美国中的关系转到一个什么比较和平的和解的状态，大家都想要一种和平稳定的一个市局的时候，我想台独操作的空间会越来越小。再来关注美国政坛。当地时间15号晚，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其住所海湖庄园发表演讲，正式宣布再次参选美国总统。这是特朗普第3次向入主白宫发起冲击。Ladies and gentlemen, distinguished guests, and my fellow citizens, America's comeback starts right now. 当地时间15号晚10时许，76岁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携夫人梅拉尼亚出现在其位于佛罗里达州的住所海湖庄园的金色舞厅，正式宣布参选2024年的美国总统。450名特朗普支持者聚集在现场。据美媒报道，其中包括2020年特朗普竞选团队的诸多关键人物，但几乎没有华盛顿高层到场。在长达63分钟的演讲开头，特朗普自夸了自己过往的政绩，包括美国经济增速、提振制造业回流、解决移民问题到处理对朝对华关系等，强调自己是最和平的一任美国总统。Because I made big promise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unlike other presidents, I kept my promises. I kept them. 外界注意到，特朗普并没有像2019年那样通过大型公众活动宣布开启竞选旅程，而只是在自己的住所举办小规模集会。有分析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共和党在刚刚结束的中期选举中战绩糟糕。这次的中期选举，特朗普站台支持的候选人大多数败选，他本人也被美国舆论称为选举毒药，但他回避了这一事实，甩锅给拜登。The decline of America is being forced upon us by Biden and the radical left lunatics running our government right into the ground. This decline is not a fate we must accept. 据悉，发表演讲前，特朗普已经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了参选下一届美国总统的文件。一旦特朗普竞选成功，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2位2度当选但任期不连续的总统。上一次有这种情况发生还是100多年前。对特朗普而言呢，他不认为这次共和党失败了，更不认为共和党所取得的不是太好的成绩里面有他什么问题，反而他认为他参议院共和党没有赢得这个控制权，其实是因为共和党内部跟他内斗，所以他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过错，反而是大功臣。另外一个，从客观现实来看的话，这次共和党虽然表现不如预期，但是至少还是控制住了众议院。那么对于特朗普而言，这也是他底气所在，所以我们看到他还是如期宣布了要进行参选。
谈及海湖庄园，外界仍记忆犹新。今年8月8号，美国联邦调查局以特朗普私藏秘密文件的名义，对该地进行突袭搜查。There are laws against the improper handling of this material. 据美媒报道，当时搜查长达10小时，并从一个上锁的地下储藏室内取走了12箱机密文件。搜查理由是怀疑特朗普在去年初卸任美国总统时，将部分属于政府的机密材料等带至此地。不过，海湖庄园被搜查时，特朗普本人并不在场，而是在纽约接受一项针对特朗普集团涉嫌财务欺诈的民事调查取证。特朗普当天随后发表声明谴责称，类似的事从未发生在此前历任总统的身上，这是民主党的政治迫害，是美国的至暗时刻。This came from one place and one building, and that is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D.C. They want to attack a guy who they view as his greatest threat, is Biden's greatest threat. 搜查的第二天，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公开回应调查情况。他透露 ，FBI 的搜查令是由联邦法院授权的，也是由他本人亲自批准的。此外，特朗普的律师当时就在现场 ，FBI 探员当时向其提供了搜查令以及搜查财物的收据副本，符合司法部的政策和程序。The department does not take such a decision lightly. 但此事引发的冲击持续蔓延，并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撕裂。当时，大批特朗普支持者在海湖庄园附近聚集，冒雨上街摇旗呐喊。I support Trump. I against the FBI. They do not have the government overuse their right. 根据美国国会山报此前报道，目前特朗普正面临3项重要司法调查。另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此次宣布参选，正是为了洗脱这缠身的麻烦，让对手的指控变为对自己的政治迫害。事实上，特朗普此次参选也有他的政治算计，应该说是很精明的政治算计。也就是他一旦参选之后，那么他会给自己相当于罩上一层这个防护罩。也就是未来民主党或者是不管哪个部门发起的对他的这种调查也好，都会被特朗普贴上政治迫害的标签，也会对特朗普的这些支持者形成这种动员这种效应。那么这样反而会让相关的调查束手束脚，这点其实对于特朗普而言可以说是稳占不赔的。外界注意到，就在特朗普宣布再次参选当天，特朗普党内最大的竞争对手，刚刚在佛罗里达州连选连任的共和党籍州长德桑蒂斯出席了共和党州长协会会议，期间他并未强力回应特朗普的攻击。其他出席会议的共和党州长则对记者表示，他们根本不会关注当晚特朗普的演讲。2012年起，德桑蒂斯就是特朗普的盟友，但随着他崛起为共和党的新星，威胁到了特朗普的总统之路，特朗普迅速与之翻脸。特朗普近日攻击称，德桑蒂斯不过是个普通州长。在中期选举投票日前夕，特朗普还发推文威胁要曝光其黑料，以断送其政治前程，因为他比德桑蒂斯的老婆更了解他。在本月5号的一场中期选举造势活动上，特朗普还以德桑蒂斯的名字给他起了个谐音外号，叫假正经。德桑蒂斯也不甘示弱，表示只以成绩说话。I would just tell people to go check out the scoreboard from last Tuesday night.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但特朗普的搭档前副总统彭斯也想竞选下届总统。彭斯15号对福克斯新闻频道表示，相信2024年会有比特朗普更好的选择。I think different times call for different leadership, and they want to see leadership that brings our country together while still fighting for all the things that have always made this country strong and prosperous。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信强对深圳卫视指出，虽然德桑蒂斯等人的出现代表了共和党内的第3条道路，但共和党内群雄并起的局面已经注定，这对特朗普一定程度上是有利的。就是美国现在政党的恶斗、政治的极化，其实是为特朗普这样的这个候选人啊，是可以说是提供了这种助力，或者说是这种相当大的支持的。未来也将会对下一步的就总统大选会形成持久而且深远的影响。深圳卫视注意到，特朗普宣布再次竞选后，正在印尼巴厘岛参加20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拜登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条配有视频的推文称，唐纳德·特朗普辜负了美国，还在视频给他贴上溺爱极端分子和煽动暴力的标签。此前不久，本月将年满80岁的拜登在9号的白宫讲话中表示，自己有意再次参加大选，寻求连任，但将在明年初做出最终决定。